夜幕下，广州市郊一片密密麻麻的自建楼房间，狭窄的小巷里还有行人走动。一辆外卖摩托车飞驰而过，带起地上一阵垃圾和灰尘。2楼的窗户渗出昏黄的灯光，只见一间窄小的房间里挤着4、5个年轻人，他们围坐在简易的小桌前吃晚饭，满脸倦容却谈笑风生。楼下街角处，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拉着木质手推车，沿街回收着破旧的纸箱和塑料瓶。这样的夜晚场景，也许会让人联想到印度或非洲的贫民窟。不，其实这里是中国最繁华都市之一广州城中的一处街区。你能想象吗？在中国最富有、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广州，竟然藏着一大片数百万人居住的穷困社区，没有房产权，没有物业管理，没有城市规划，连消防车都无法驶入蜿蜒狭窄的巷弄。这就是城中村，它与一街之隔的繁华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马路那边高楼林立，灯红酒绿，名车川流不息，而在这里小巷幽暗，垃圾遍地，只有摊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一堵墙之隔，仿佛是2个截然不同的时空。在广州这样的现代都市里，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房间可能挤着4个打工族，巷子窄到只能勉强通过一辆摩托车，头顶上电线像蜘蛛网般乱糟糟的交织，2栋楼之间的间距甚至不足1公尺，邻居之间伸手就能握到对方。白天，城中村里矮楼之间飘出密集的缝纫机、轰鸣声和工厂车间的嘈杂声。夜幕降临，狭窄的街道反而热闹起来，烧烤摊前烟雾缭绕，摊贩的灯泡虽然昏黄，却照亮了一张张风尘仆仆的面孔。外卖骑手骑着电动车在巷子里穿梭，各色人等交织出一幅独特的市井众生相。别以为这只是少数人的生活，光广州就有超过300个城中村，居住着大约500万人，全中国加起来超过1亿人。要知道，1亿人几乎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全部人口，这个数字是何等惊人。以深圳市为例，官方统计资料显示，深圳曾有约320个原村落被纳入城中村范畴，共分布着超过35000栋农民自建房，占据全市住房面积将近1半。这些城中村里居住的人口超过520万，其中超过60%是毕业1至10年的年轻人。换而言之，在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有30%以上的人口一度是靠城中村才能安身的。其实，在中国各地，城中村的面貌还有不同的变体。广州的城中村往往依附在大型批发市场周边，例如康乐村、石牌村就是服装加工和批发从业者的大本营。深圳的上沙村、港下村等紧邻着高档写字楼，社区里外卖小哥和科技白领擦肩而过，形成奇特的景观。北京郊区也存在不少所谓城边村，如大红门、石板坊等地，聚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低收入务工人员。即便在西部的成都、重庆等城市，也有一些规模较小但性质类似的棚户区、城中村，人们面对的住房困境如出一辙。由此可见，城中村并非某座城市的孤立现象，而是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一项挑战。这些地方官方并不直接称作贫民窟，但按照国际标准来看，它们其实和世界各地的贫民窟差不多。那么，城中村究竟是怎么出现的？要理解它的诞生，我们得把时间拉回到1958年。就在那一年，中国推行了2项深刻影响国人命运的基本制度。第一，户籍制度，政府将全民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2大类。城市户籍人口可以享受较好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资源，而农村户籍人口则仿佛被迫搭上了一班慢车，各种资源待遇都明显逊色。这种身份上的区隔严重限制了农村人口自由迁徙的权利。第二，土地制度，按照法律，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的土地则名义上归农民集体所有。其中与本故事关系最密切的是所谓宅基地，也就是农民可用来建造住宅的那块地。宅基地只能由本村村民自建房屋使用，不允许出售给外人。正是这2项制度埋下了伏笔。当中国城市日后开始高速扩张时，一旦市区向外扩展遇到周边农村的宅基地，就无法像征地那样轻易征收处理。
这些农民宅基地上的村庄一下子动弹不得，就这么被繁华城市所包围，结果变成了城中村。字面意思就是城市里面的村庄。需要说明的是，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城市里其实很难见到这种大规模贫民窟现象，因为在计划经济年代，户籍制度严格限制人口流动，农村人很少有机会长期进入城市生活，所以城市贫困人口相对有限。真正让城中村开始大量涌现的契机，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经济改革。市场经济蓬勃发展，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于是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年轻人离开家乡进城谋生。原本宁静的城郊小村庄，一夜之间涌入大批外来租客，村民们见势也纷纷加紧建房出租。城中村自此在各大城市遍地开花。你可能会好奇，被城市包围又如何？难道不能顺势开发成规整的高楼大厦吗？事情没那么简单。由于宅基地上的房产没有正式产权证，不属于商品房，开发商无法像对待国有土地那样去购买、开发。另外，村民对自己的宅基地虽有使用权，但不能将土地卖给外人。再加上这里往往住着本村世代相传的族人，牵涉的补偿安置问题极其复杂，地方政府也感到棘手。再加上擅自整治可能引发群体矛盾，多数时候他们选择维持现状，不主动碰这块烫手山芋。于是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这些低矮密集的自建房村落就这样长期保留了下来。时间快转，来到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经济腾飞，城市发展急剧扩张，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寻找机会，于是这些夹在城市里的村庄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人口潮，他们摇身一变成了外来打工者的大本营。为了让故事更具体，我们来看一个人物。1990年，一个名叫小林的年轻人从贫瘠的安徽老家只身南下，来到深圳闯天下。他踏入大城市的第一站就是当地有名的城中村，那里房租便宜，是外地年轻人落脚的首选。然而生活也极其艰难，白天他在工厂拼命加班，夜晚回到不足几平方米的小屋休息，常常还要担心街上突然出现警察检查他的暂住证。要知道，在那时候，户籍不在本地的人若没有办理这种证件，就属于非法暂住，随时可能被警察当作盲流驱赶遣返。对初来乍到的小林而言，这无疑是头上悬着的一把利剑。尽管条件艰苦，前途未卜，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心中却燃着希望。他们相信只要够努力，就有机会在城市扎根，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对他们而言，城中村虽然破败拥挤，却是梦想起航的跳板。我们把视角拉高，来看看城中村形成后，一座城市里围绕它所产生的独特生态。可以说，城中村构筑出了一种三方共生的结构。外来工人，源源不断涌入的农村年轻人，在这里租住廉价的小房，日以继夜的劳动。他们是城市工厂流水线上的生力军，支撑起制衣、电子装配、餐饮服务等各行各业最底层的劳动力需求。本地村民、村里的原住民发现，用自己的宅基地盖起出租楼是一条发财捷径。随着进城务工的人越来越多，租房需求爆炸性增长，村民们竞相加盖房屋，一栋变两栋，2层变7、8层。这些违章加建出来的小楼被分隔成一间间出租屋，每月源源不断地收取租金。许多广州、深圳、城中村的村民家庭靠着当房东，每年租金收入动辄数十万人民币，轻轻松松成了人人称羡的富裕户。有的村民年纪轻轻便摇身一变为包租公、包租婆，每月开着豪车在村口收租。这种巨大的反差让底层打工者既羡慕又感叹命运的不公。地方政府对地方官员而言，城中村的存在颇有几分灯下黑的意味。他们虽然乱糟糟，但却提供了海量廉价住房，使成千上万的外来劳工能够留在城市，为工厂、生意提供源源不绝的劳动力。同时，村民收租致富，摊贩林立，也带动了本地的消费和 GDP。地方政府从中收获了可观的经济增长数字、充足的劳动力和税收，但对城中村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却选择性视而不见，默许了这种非正式的城市角落长期存在。当然，
政府也并非完全不管不问，比如许多城中村都设有派出所或警务室，为流动人口办理暂住登记，进行治安巡查，消防部门也会不定期上门排查隐患。但这些零散的举措不足以扭转城中村杂乱无序的局面。正是在这种微妙的共生关系下，城中村既为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做出了贡献，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为什么说隐患？因为随着时间推移，城中村在缺乏规划与监管的条件下不断膨胀，居住环境和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终于演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贫民窟。根据联合国对贫民窟的定义，凡是居住区缺乏安全的房屋，建筑质量差或随时可能被强制拆迁，过度拥挤，多人挤居在狭小空间，缺乏基础卫生条件，缺少干净水源或有效下水道系统，居民没有合法产权，以及住户随时面临被驱逐的风险，就符合贫民窟的标准。以上每一条，中国城中村都不幸中招，房屋大多是违规自建，结构安全难以保证，居住非常拥挤，一间小屋睡上6、7人属于常态，基础设施匮乏，很多地方下水道年久失修，污水横流，垃圾常常无人及时清理，租户没有合法产权与城市户籍，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被要求限期搬迁。简而言之，城中村已经符合贫民窟的一切典型要素。毫不夸张地说，城中村就是中国版的贫民窟，只不过在官方语境中，他们从不被直接称作贫民窟，仿佛换个名字就能掩盖其中的困窘现实似的。尤其值得警惕的是，经过多年高速发展之后，2019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下行压力，不少低端制造业向外国转移，原本热火朝天的工厂接不到订单，不少要么裁员，要么关门倒闭，结果大批失去工作的打工者滞留在城中村里，进退两难，回老家吧，故乡也没有发展前途；留在城市吧，又一时找不到稳定工作，只好暂时窝在廉价的出租屋里，靠之前的积蓄或零工收入苦撑。渐渐的，我们看到越来越多人被困在这些拥挤破败的城中村里，原先那种干几年就能出人头地的乐观信念开始动摇，取而代之的是对未来的迷茫和焦虑。曾经象征着梦想起点的城中村，此刻竟变成了一座难以逃离的牢笼，困住了千千万万追梦人的脚步。甚至在改革前沿的深圳，还出现了三和大神这样令人唏嘘的特殊群体。在龙华区的三和人力市场附近，聚集着一批迷茫的年轻打工者，他们因为长期找不到出路，干脆采取一种得过且过的生活方式。白天，他们从劳务市场接一点临时工，赚取少得可怜的报酬，仅够买盒饭填饱肚子。夜里，他们就花10来块钱待在网吧通宵，困了就伏在键盘上将就睡一会儿。这些人大多栖身于城中村里肮脏便宜的小旅馆或网咖角落，对未来几乎不抱希望，还自嘲地互称大神，混日子成了他们的人生信条。这些三和大神的存在，正是城中村困局的一个缩影，让人看了既觉得好笑，又不禁心酸。除了经济困境，城中村还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和治安问题。由于大多数建筑都是村民自发加盖，缺乏专业设计和质量监管，电气线路老化，私搭乱接现象普遍。一到夏天用电高峰，就容易发生火灾。数据显示，仅2009年到2014年间，广州市的城中村就发生了超过4000起火灾，至少造成60多人丧生。想象一下，狭窄的巷弄里一旦失火，消防车根本开不进去，消防栓可能没有水或者水压不足，住户的逃生通道还被杂物堵塞。这些都使得城中村的火灾往往造成惨重伤亡。治安方面，由于人口密集杂居，外来人口与本地人、来自不同省份的人交错混杂，城中村里的治安情况也较为复杂。一些地方偷窃、抢劫、黄赌毒等违法现象时有发生，给城市管理带来挑战。许多城市居民也因此对城中村印象不佳，觉得那里藏污纳垢、治安败坏，不愿踏足其间。可以说，城中村在给城市经济带来益处的同时，也成为城市管理的难题之一。面对城中村这样如同城市肿瘤般的存在，各地政府其实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早在2009年前后，广州、深圳等城市就开始推动所谓城中村改造，试图将这些贫民窟改头换面。然而，改造的过程远比想象中艰难。首先碰到的就是安置难题，一旦把几万甚至几十万租户从原址清走，他们去哪里住？城中村拆了，新建的高楼公寓价格昂贵，原先租得起廉价房的低收入人群根本买不起或租不起那些楼盘。结果，有的人被迫离开城市返回老家，有的人只能转往更远的郊区寻找便宜房间，他们的生活反而变得更加困苦。而本地村民虽然在改造中可以获得丰厚的拆迁补偿，不少人因此摇身一变成了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但很多村民其实并不情愿拆迁，因为一旦拆掉房子拿了补偿款，他们长期以来仰赖的稳定租金收入也随之消失。而且拆迁安置往往需要等待好几年，新房子没建好交付之前，他们的日子一点也不好过。因此，城中村改造常常面临租户和村民两头不讨好的窘境。以深圳最大的城中村白石洲为例，这座位于市中心黄金地段的村落曾居住着约15万名居民，是无数深漂外地来深圳打拼的人落脚的第一站。2019年，白石洲启动旧改拆迁，结果约1800户本地村民摇身一变成为令人羡慕的拆迁富豪，每户获得的补偿包括多套新建的商品房和高额现金，许多人从此实现了财富自由。但与此同时，超过8万名外来租户不得不在短短几个月内搬离他们赖以栖身的蜗居，到更远的郊区寻找便宜住所，或者干脆离开深圳。白石洲原址不久将矗立起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可那里曾经密集的平民烟火气却从此消散。退一步讲，即便强势推进改造，把老旧的握手楼全都拆掉，新的问题随之出现。许多地方的经验证明，只改造房子而不同步解决人的问题，往往适得其反。南美洲的巴西、墨西哥等国早在几十年前就尝试过大规模清拆贫民窟，政府兴建了一些现代住宅楼，试图让原居民迁入，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居民虽然搬进了新楼，却因为失去了原本社区内的就业和商业网络，生计更加艰难。不少人又偷偷搬回城市边缘，重新建立新的贫民窟，或者让原本的新楼变成了新的贫民窟。这样的教训值得深思。事实上，在北京处理蚁族问题的过程中，就出现过类似的遗憾案例。当年媒体曝光北京郊区唐家岭村聚集了上万名穷困的年轻大学生蚁族后，政府的做法是将整个村子的出租大院拆除清空，这些大学生被迫迁走。但拆除了唐家岭并没有让蚁族群体真正消失，他们只是分散到其他更偏远的角落继续生存，甚至搬进地下室围建小屋，生活困境并未因拆迁而得到根本改观。归根结底，城中村是特殊的历史因素与飞速的市场化进程共同作用的产物，其问题盘根错节，没有简单的答案，绝非拆了了之那么简单。真正有效的解决之道应该是软硬皆施。一方面，逐步改善这些地区的公共设施和居住品质，比如加装路灯、完善临时上下水管道、配置消防栓和垃圾清运点等，使环境卫生和安全条件有所提升。另一方面，更要同步提升当地的经济和公共服务水平。换句话说，不能等到经济衰退、人口流失了才想起来消灭城中村，而要在发展过程中就给低收入人群更多出路，比如提供更均衡的医疗、教育资源，发展更多适合他们的产业和就业岗位。如果能让这些原本住在城中村的人们看到未来，有机会真正融入城市，他们自然会愿意搬离那狭窄昏暗的巷弄，开始更美好的新生活。其实，新加坡等国的经验已经证明，只要政府有决心兴建足够的平价公营住宅，提供完善的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即使在高度城市化社会，也能避免大规模贫民窟的出现。反之，如果只是粗暴地把所谓低端人口一赶了之，表面上城市变得干净整洁了，实际上却可能埋下新的社会炸弹，影响长远的稳定与发展。事实上，前些年北京就上演过一幕令人心酸的剧码。2017年冬天，北京大兴区一处拥挤的违章公寓发生大火，
造成重大伤亡。随后当局展开大规模清理行动，在极短的时间内强制驱离了城郊大量租住在类似廉价公寓的外来人口，被媒体称为驱逐低端人口。许多在北京辛苦工作的小人物突然被扫地出门，无家可归，大冷天里拖着行李箱流落街头的照片震动了整个社会。这个事件带来的教训是深刻的，治理贫民窟绝不能只靠高压手段，一拆了事。那些为城市付出劳动的人们也是城市的一部分，他们理应被体面的对待。正如有人所说，衡量一座城市真正的成功，不在于竖起了多少座摩天大楼，而在于是否让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有尊严的安身立命。说到这里，我们不妨把镜头转回开头那位年轻人小林的身上。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的他把城中村当作青春奋斗的起点，如今30多年过去了，曾经和他一样怀抱梦想涌入城市的年轻人，有人已经功成名就，搬进了高级住宅区，有人则依然困在城中村的出租屋里，日复一日地过着相同的生活。在广州康乐村、深圳白石洲这样的地方，每天都在上演着类似的悲欢剧。有人从这里起步，最终在城里安家立业；也有人被残酷的现实击败，只能收拾行李黯然返回故乡。还有更多人则继续留在这狭窄的闹市夹缝中挣扎前行，不知道未来将何去何从。或许多年以后回望，他们会发现自己最宝贵的青春都耗费在逼仄的巷子和简陋的房间里。其实故事开头提到的小林并非虚构的人物，他正是本期故事的讲述者，也就是我自己。从1990年代初背井离乡住进深圳的握手楼算起，我亲眼见证了无数像我一样怀揣理想的年轻人在城中村里奋斗打拼的身影，也目睹了他们当中许多人最终的无奈与不甘。正因为有过亲身经历，我更加明白城中村对一代又一代追梦者意味着什么。那里有他们青春的汗水和泪水，有他们午夜梦回时最深沉的渴望和叹息。总而言之，中国最大的贫民窟的真相就是，在那些摩天大楼的背后，一直存在着一个被忽视的平行世界。上亿人在城中村里日夜打拼，支撑着城市的运转。他们当中，有人实现了梦想，飞黄腾达，也有人忙碌一生，最终两手空空。但无论如何，城中村塑造了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幕无法回避的现实景象。当我们漫步在城市明亮的街道，仰望光鲜亮丽的天际线时，也别忘了在不远处的角落，有那么一群人正挤在昏暗的楼道间，为了明天努力生活。城中村可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也可能变成梦想埋葬的地方。这正是99%的人过去并不知道的一个真相，而我们今天一口气把它说清了。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政府和社会也开始关注这些被忽视的角落。一些超大城市已经在尝试放宽户籍限制，让更多外来人口能够落户，享受市民待遇。同时，各地陆续推出建设公租房、保障性住房的计划，提供廉价且安全的住所，以取代城中村里那些违章搭建的握手楼。还有地方政府着手为农民的宅基地房屋办理产权证，探索所谓小产权房合法化的道路。这些举措目前规模有限，尚不足以彻底改变局面，但至少显示出决策者试图解决城中村问题的决心和态度。希望未来有一天，随着制度改革和社会进步，不再有人被困在这样的贫民窟牢笼中，每一个为生活努力的人都能够真正融入城市，堂堂正正地实现自己的中国梦。